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自从本月4号开始例行训练以来，其动向便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周二，日本公布了辽宁舰编队的最新动向，并大肆炒作中国预警机从辽宁舰起飞，至钓鱼岛赤尾屿50至100公里附近。台湾绿媒更是单凭一张真假不明的卫星图片，便渲染称美驱逐舰强行插队辽宁舰航母编队。有观察指出，台湾某些人不断制造话题，反而愈加显示出台独分子内心的慌张和焦虑。周二，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网站公布了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的最新动向，并发布了多张从空中拍摄的辽宁舰编队军舰和舰载机的照片。日方消息称，当地时间4月26号下午7时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以南约16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向北航行的辽宁舰编队。编队中的军舰包括航母辽宁舰、055型驱逐舰南昌舰、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052D 型驱逐舰太原舰、054A 型护卫舰黄冈舰、901型远洋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方表示，辽宁舰编队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北上，随后进入东海海域。日本海上自卫队第2护卫队群的一艘驱逐舰和那霸基地第5航空队的 P3C 反潜巡逻机对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还宣称，27号上午，辽宁舰起飞了一架直18舰载预警直升机，从大正岛东北约50公里处飞往100公里处，海上自卫队紧急起飞战斗机进行应对。事实上是自从辽宁号第一次前往太平洋远海训练起，日方就特别的关注。原因在于日方觉得中方派舰队去穿越，尤其是航母编队去穿越这个宫古海峡，反映了中国的海军的远洋战斗力的一个提升，所以他们每次都会去密切的一个监视。自辽宁舰从本月初开始例行训练以来，除了日本方面高度关注，台湾各界尤其是绿媒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炒作的机会。台湾自由时报周二声称，专门追踪军舰动态的推特账号26号晚发布标注军舰方位的最新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出现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水域，并朝宫古海峡方向航行。一艘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则插队混入中国航母编队，紧跟辽宁舰后方持续监视。有分析认为，只靠一张真假未知的卫星照片，中美舰艇的型号识别是否准确都无法确定，就此论事如同盲人摸象。岛内绿媒显然是故意炒作。即便根据台湾绿媒的描述，其实卫星照片上的美国驱逐舰也只是越过最后方的补给舰，但前行航线已被3艘中国护航舰艇组成的阻拦线挡住，美舰根本不可能进一步靠近中国航母。而且如果卫星照片显示的信息属实，那么就是美国海军舰艇违规进行了危险动作。然后我觉得美方的意图是去窥探一下中方运用航母的这个能力，具体说来，比如说多长时间去起降，然后包括舰载机起降的这个频率，以及舰载机起降的这些技巧。这可能是美方希望靠近，就是以很近的这个目视就可以看到的这个距离去观察的。除了炒作所谓的美舰插队，自由时报周一还刊登了一条蔑称所谓辽宁舰失去动力的假新闻。据环球网报道，该新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从台媒给出的链接看，这则新闻的来源并不是专业机构，而是岛内日常闲聊的论坛。更离谱的是，新闻来源是一张配了几行文字的图片，妄称辽宁舰半道失去动力，以极低速行驶。至于这场虚构的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消息原始发布者的信息，一概没有。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其实有关辽宁舰故障的相关话题，过去就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不过后来证明都是子虚乌有。但很有意思的是，绿营媒体对于相关新闻还是不断进行报道。我想主要是绿营的整个受众的越众，都属于一个可能这个反中，对于大陆这个观感比较不友好的这个越听众，因此为了迎合这些越听众的这个习惯或者喜好，因此绿营媒体更倾向的报道相关负面，哪怕是不实的消息，但只要有收视率，只要受到越听众的欢迎，那他们还是不断的进行相关的报道。那这就是属于一个市场取向所导致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岛内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台当局对于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最新训练也是格外紧张。据岛内媒体报道，当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东海进行演训时，台北部地区爱国者防空导弹阵地均已进入所谓备战状态，而台海军的海锋大队所属的岸基雄风2亚音速反舰导弹及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阵地也都接到台军联程系统指挥待命，丝毫不松懈。报道还称，辽宁舰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之际，花莲、台东的空军基地内的天宫防空导弹系统都已进入戒备状态，甚至连基地内的天空卫士防空雷达系统也已启动，与该系统相互联网的双联35毫米速射高炮、麻雀防空导弹发射架也已进入部署状态，与过去停机状况大不同。每一次呢，针对解放军的活动呢，不管是台军还是台当局，反应呢都是这个非常的敏感的，是这种过度反应的。这就反映出呢，首先呢，对于当前蔡英文当局来说，一方面呢在实行以武拒统，在不断的搅动台海的局势，但同时呢，台独势力内心的这种慌张和焦虑是十分的明显的。所以，针对解放军的任何一个动向，台当局呢都会跳起来，都会过激的反应。辽宁舰航母编队从本月4号开始进行例行训练。从日本宫古海峡经由台湾地区东部外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表示，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周3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关于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对立对抗。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为各种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不容置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辽宁舰航母编队这次出海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训练，您觉得都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看点？首先呢，这是辽宁舰服役以来组织的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呢编队海上训练。最典型的标志呢，就是055型驱逐舰呢南昌舰首次加入的编队。那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呢之前曾介绍，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呢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呢检验部队的训练成效。由此可见呢，全要素的编队战术应该是这次呢，出海训练的重点，特别是055型驱逐舰呢融入航母编队呢所能起到的作用。这也标志着呢，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战斗力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这种提升的幅度呢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呢，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呢在台湾周边海域呢进行训练，那么对台岛上的台独势力呢是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因为呢，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越强，那么遏制台独、震慑呢域外干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也就越大。在辽宁舰航母编队出海训练期间，美日舰机频频进行跟踪监视，这反映哪些情况呢？一是反映出呢，美日现在对于辽宁舰航母编队的重视程度呢越来越高，因为呢，辽宁舰在编队构成上呢日益完善，战斗力呢越来越强。美日呢急于获知呢辽宁舰航母编队的很多情报，如编队中舰艇的技术性能、编队的战术特点、电磁信号特征、舰载机起降能力、编队机动能力等等，据此呢不断的制定并调整他们的应对方案。特别是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中呢，还有首次编入的055型驱逐舰，改进的052D 驱逐舰，而且呢辽宁舰呢还搭载了预警直升机，这就被美日呢视为搜集情报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呢，就频频派舰机呢进行跟踪监视、搜集情报。二是呢，美日舰机呢，在对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训练呢进行干扰。美日舰机呢，对辽宁舰航母编队呢进行连续的跟踪监视呢，有时候呢距离很近，除了搜集情报呢，同时也是意图呢打乱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训练节奏，减慢呢辽宁舰航母编队战斗力的提升步伐。三呢，是给岛内的台独势力呢撑腰打气。最近几个月呢，美日呢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呢变本加厉，特别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会晤后呢所发表的联合声明，
52年来首次呢提及台湾。而美日舰机呢，现在又频频的对辽宁舰航母编队呢进行跟踪监视，所有这些举动啊，都是在给台独势力呢释放一种信号，即美日呢会支持他们，从而呢助推台海局势呢愈发的趋向紧张。由此也可以看出呢，美日呢是亚太安全的破坏者。